我用便宜的东西对付你贵的东西。这次美国打伊朗有好多的 case 是盟军或美军用比较贵的这个弹去对付这个比较便宜的无人机，包括未来战争或者是以伊朗作为标的这种类型的战争，是不是传统的这些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武器，或者是台湾也有的武器，能不能够应对类似伊朗这样子的空中冲突或防空需求？伊朗的这个战事还在持续啊。最近伊朗其实也进行了多次回击啊，超过90波，然后呢多次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个地方。最新曝光的卫星影像也显示呢，美军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是萨德系统啊，这个关键设备 ANTPY-2 这个雷达在3月1号的攻击中受损。另外，3月27号呢，在袭击当中被炸毁的一架美军E3哨兵空中预警机呢，也看到这个飞机的残骸啊被暴露出来。好，五角大厦发言人呢，先前都是以作战安全作为理由，他们拒绝评论雷达遭到锁定并且被攻击啊这件事情来发表评论。但是呢，现在川普已经讲狠话了哈，说2到3周内就会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以美国的战力确实是可以这样做哈，伊朗也非常清楚。但是从伊朗的最近反击啊，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对称作战上面，他们的打法的逻辑嘛。介正老师，对，其实就我们在台湾平常讲的不对称，或者是说一般人的理解，是以弱击强，以小击大，以多击少啊，就是因为多，所以你战力没办法把我打完，对啊，所以我战力可以保存，然后我用便宜的东西对付你贵的东西。这次美国打伊朗有好多的 case 是盟军或美军用比较贵的这个弹去对付这个比较便宜的无人机，对。那么，所以包括未来战争，或者是以伊朗作为标的这种类型的战争，是不是传统的这些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武器，或者是台湾也有的武器，能不能够应对类似伊朗这样子的空中冲突或防空需求？这是第一点。是第二个。就算你雷达再强，像我们讲的就是萨德系统，萨德系统它就是两个组合，一个是非常厉害的雷达，因为它可以侦测到非常精准的定位；另外一个就是拦截器，是啊，那细细长长尖尖的那个飞弹，这个如果被突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饱和攻击，就是一群下来，你没有办法识别目标，或者是目标多到你没有办法同步处理，总会出现漏洞。OK， 就是百密一疏就会被打到。那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就是美军是非常强调基地防空的，像我们讲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基地嘛，我自己陪同美军的军官到台湾来参访的时候，他们到我们的空军基地。很多人第一个就问说你们基地防空在哪里？可不可以给我看？那我也不知道，我就说这个不能给你看。如果是美军这么强调基地防空的话，那除了刚刚的以量多穿透的话，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固定目标非常惨，因为像那个 AWACS 就是这个叫做空中预警机。它就是停在那里，就是固定目标。对，基地本来就固定了，你又暴露在外面，那有多少人可以用他的卫星或者是他的高空侦察无人机，告诉伊朗那个定位，然后你就打到了。我快速问一个，既然介正老师讲到这个部分了，快速请教一下 Russ， 你觉得伊朗有可能除了攻击军事基地，就军事设施以外的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一些设施吗？比如说像基础建设啦，像最近的 AWS 不是也被波及到吗？我觉得我刚说了，伊朗做很多我觉得是很蠢的决定。那其中一个是攻击周边国家，除了军事基地之外的基础建设，甚至民宅等等，这个就会惹怒周边国家，他们会跟以色列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你觉得机会不大？伊朗已经在做了。对。
所以继续做就会有周边国家的反击了。纳坦雅胡就以色列总理呢，他在这个礼拜做出了一个重大宣布，他说以色列将会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行动。美联社也报道说呢，以军持续的打击伊朗支持的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哈。那在这个同时呢，纳坦雅胡强调说，以色列将会扩大在黎巴嫩现有的安全地带。他在发布的影片当中呢，他声明他说，这项决定是为了加强以色列在北部边境的安全态势，而且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南部的现有安全缓冲区，也说呢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安全态势。但是美国媒体军事观察网也报道说呢，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行动虽然已经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但是呢真主党对于入侵的以军地面部队还是强烈的抵抗中。包括像以色列军装的这个王牌坦克梅卡瓦的损失就超过了20辆。现在这个伊朗的战士川普说2到3周要加强攻击，但是也看到有分析说，其实已经在看什么时候应该要赶快的飞到，要赶快的这个建出哈。但以色列最不乐见就是美国结束对伊朗的行动哈。美国如果想抽身的话，大使觉得以色列会用什么方式拖住美国？那就是加强这个对伊朗的攻击啊。然后把这个攻击的目标尽量扩大嘛，然后不只是拖住美国，主要是要把这些海湾国家拖下去，连海湾国家一起拖，把事情闹大，那如果说都让美国这样就是走的话，这个机会的话，真的是没有好好把握了。对，因为美国远在天边呢，走了就走了。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对以色列也是一直在怎么样，在这 compare notes，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能打，这个东西不要打。那上一次不是以色列攻击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石油相关设施以后，那以色列不是说那个五角大厦官员打过来，第一声都是讲三字经嘛，不是就这回事？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场战争虽然是战争，可是能够攻击的目标。应该是还有一定很强的一个限制，它有一个边界，有些东西是不能打的啊。那以色列打了，所以美国还是很火大。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像刚刚讲到像这黎巴嫩的部分啊，那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说，大概这个228对不对？美国开始开打以后，大概差不多过了1个多礼拜，以色列又开打这个黎巴嫩，那。不是小打，是大打。对，空袭跟地面部队大举进入，那大概差不多1个礼拜前的国际媒体的估计，大概有1200人死亡，1200人死啊。然后呢，大概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了，所以这个战场。这可能不会小于在这个对于这个当地民众的影响不会小于在伊朗的攻击啊。那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就变成就是说，你刚刚提的内塔尼亚胡说，就是要确保北部边境地带扩大缓冲区，好像是要往前推40公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有人说40公里。那黎巴嫩的话，政府出来抗议，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所谓的寻求这个缓冲区扩大，他说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是跟这个占领土地，是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就以色列来讲的话，以色列角度可能认为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也提供了一个他可以在伊朗的在这个黎巴嫩北部获取更大这个控制空间的这个机会啦。所以其实黎巴嫩南部的战事惨况不亚于这个伊朗。所以大使刚刚讲说，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对于黎巴嫩黎南这边，不是就赤裸裸的侵略了吗？根本不是啊。为什么？这真主党一直造成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危险，一直发飞弹等等，已经很多年了。以色列是不断的是给他们机会撤退，一直不要，一直。以色列为什么这一次要加大他们的攻击力道呢？把这个安全缓冲区要加大呢？图的是什么？因为以色列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10几年甚至20多年了。以色列在2000年是退出南黎巴嫩，本来那边也有 security corridor， 对不对？那边有
就是跟现在是同一个问题了。那以色列主动退出了，撤退了，但是真主党的行为没有改变，所以你认为一样都是这样。那现在经过加沙战争，伊朗战争，以色列政府还有人民对 Hezbollah 真主党这个问题已经是不令容忍。根据伊朗的官媒啊，就刚刚提到的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他们在3月27号就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呢，他们强烈建议啊，所有在美军驻扎地的平民赶快的撤离，以免受伤。因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无论在哪里都有义务攻击美军，甚至包括邻近国家这些美军士兵下榻的饭店都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也表示说呢，当美军进入到这些饭店的时候，那些饭店呢就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意思是美国人在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好，路透社呢另外也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还有更鹰派的人士啊，主张应该要发展核武来反击美国。所以美国副总统范斯26号在这个内阁会议上面也暗示，他说伊朗有可能在背心里面要装置核子武器来进行自杀式的攻击。但是这个相关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啊？可能是有些资料在手上吗？啊，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实际的问题，就是目前伊朗所累积的浓缩铀，真的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说像那个范斯讲的，说在背心里面做成像核子武器来进行自杀式的攻击，甚至做核弹、做脏弹来反击美国吗？肖伟兄。好，你要说做脏弹啊，这个可能性真的有，但是这些核子物质的移动啊，难度是非常高的。首先先来讲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有没有办法快速的把它做成核弹？大家不要以为做核弹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做核弹的浓缩铀，它的铀浓度要高达97%以上，也就是这样精度的浓缩铀，这个地球上能够提炼出来的国家没有几个。好，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当时那个美国他们在过去这个反正看到伊朗有点浓缩铀的时候这个那个大家长期我相信你有记得一些那个新闻，就是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发生不明原因爆炸，为什么？其实就是那个以色列摩萨德一直在监看伊朗，他如果就发现伊朗要开始准备能够开始提炼浓缩铀，他就要设法把它炸掉，然后另外也管制这些所有可以提炼浓缩铀的这些设备进口到伊朗去。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浓缩铀的浓度要达到那个浓缩的那个纯度比例要非常高。像比如说以美国来说，美国这个福特级航空母舰，它的核燃料浓度高达95%，但是美国人可以敢把它拿来装到航空母舰上当核燃料用，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97以下的核燃料不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你要拿来当核武器，产生这种所谓的热核反应，就是能够这个引爆的，你一定要浓度达到97%以上，或甚至更高，才有办法作为这种所谓叫武器级的这种浓缩铀来做这个核武之用。你说今天那个伊朗在这么多年来饱受制裁，而且或者说好不容易弄那么一点点就被这个那个以色列人被美国人这样炸，那你说他能够有足够的那个核弹那个核燃料来做核武器的话，我个人觉得没那么容易。而且今天你要做这个核武器，你也要经过一系列这个测试，比如说包含临界测试，或者是真正要试爆。像比如说金正恩，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手边有核武器，为什么？因为他爸爸还在世的时候，这个金正日就在这个地球上搞了一个小型的这个那个地震他那个地震一震，大家都知道，哎呦，原来北韩真的有。好，那这个时候你说伊朗你连门槛都还没有，他如果说你把它当初跟我们民国70年代张献义那个时期搞这个核武器类比的话，他基本上那个时候张献义把这个资料拿出去的时候，是让美方知道我们能够在6个月之后能够弄出来。但是如果说现在假设，即便伊朗在被美国跟那个以色列攻击的时候，达到当初那个张献义丢文件的这个水准的时候，这时候你其实你这个东西做出来，你要拿什么东西丢出去？当然你说他有很多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可以飞个这个2000公里、4000公里等等，这些我都同意。但问题是说，你今天你这个东西两个要结合，能够射出去成功才能够算数。也就是说，有这个能力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程度对，而且范斯的说法，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不也正在合理化，就是这次美国出兵伊朗的一个理由吗？好，那现在就想说，伊朗呢现在威胁说要对于邻近的国家的饭店，还有包括了美军基地攻击而且说反正呢你这个军事官下榻的饭店都成为我伊朗攻击的目标，这背后的战略目的要怎么看呢？大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伊朗做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他已经把很多美军基地给摧毁了。是。
他认为现在美军没有基地了，所以就躲到其他地方了。所以他就说你要躲在饭店啊或者这些的地方他要去追杀，而且还要俘虏美军。那其实他这个意思呢，饭店为什么会指饭店？我觉得他就是跟海湾国家讲，我如果打你饭店的话，我不是对你，我是对你藏在饭店的美军。美军对，所以叫你的美军你的饭店不要住美军，你住美军，对不起，我打的话，我不是打你饭店，可是是打美军。那我是不愿意打的，因为我把你这个国家的这个饭店供了你，国家还有观光客嘛。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出来在调停的，比如土耳其啊，比如说这个埃及啊，比如说巴基斯坦啊，那几个国家都是在跟伊朗在谈的时候，就希望说，你不要乱打这些民用目标真正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应该是美国跟以色列，你不要乱打。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其实是多重意义，一方面也警告美军，你们最好撤离。那么一方面也跟这些就是说这个波斯湾国家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名义上是美国盟友，可是实际上是这次战争的苦主，没错，跟他们讲说，你不要用饭店让这些美军躲在里面。但是大使，您那我觉得也都打你饭店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做了这样的宣布会不会造成说实质上面影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们的态度甚至做法？他们会把这个对美国施压的力道加大。那个很多西方媒体包括什么 New York Times 说，他们现在对伊朗这个什么要准备叫美国人继续打伊朗，然后他们自己可能出兵，我认为那是胡扯八道。这些国家他不会公亲变事主的，他不会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冤有头债有主嘛，对不对？没有，他不会跟伊朗去作战的，这是战争，人家他们这个中间事实上都有很多联系的对，就是说伊朗打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我是打你的美国的设施你这个美军基地被打得很惨，那他没有针对你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他打到民用设施唯一是什么？唯一是伊朗自己的民用设施被打的时候，他这边没有美国的民用设施他只好跟打这些跟美国关系比较重的国家，尤其阿联酋，所以他打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美国目标可以打，所以就是说，你今天美国要打伊朗的民用设施，尤其能源有关的这件设施那海湾国家说，那伊朗就是打我们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附近都是他打得到都是我们的，所以他们现在卯尽全力希望美国不要打，不要扩大战争所以川普现在的压力，除了他自己美国的压力之外，海湾国家还有再加上土耳其，再加上巴基斯坦，再加上埃及，都是出来要美国不要去把这个战争往上提升的。没错。所以我认为基本上现在最希望这个战争停止的是海湾国家。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也是，这个战争是你美国发动的，可是呢，现在受害的，像您刚刚讲说，最大的苦主是我们，因为被打的、被这个毁损的。虽然是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民用设施，就是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境内那但是问题是，根本对你美国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好，那当然现在重中之重，关切点还是在于荷姆斯海峡的实质控制现在开放通行呢，对于川普来讲，对于美国来说是当务之急那伊朗的外长呢，阿拉奇最近也证实说伊朗基于友好国家定义，目前只允许包括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伊拉克还有巴基斯坦这5个国家的船只通行，其余呢被视为是敌对势力的船只仍然遭到禁止通行。这个5个国家里面呢，我们看到没有日本所以日本在处理上呢，刚刚莱特提到显得格外的谨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这个幕僚会议上面也表示说针对能源供应的忧虑呢，将会从3月26号开始释放国家石油储备以及产油国共同储备。那所谓这个产油国共同储备呢，是日本与产油国合作，在日本国内存放的石油储备。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还会祭出新的政策，规定民营企业也必须持有的石油储备。好，日本真的现在对于这个中东危机也是非常的担忧，因为他们是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但现在祭出的对策真的能够有效的舒缓目前战争带来的冲击吗？短期也许可以，中长期呢？
中山节的话，事实上日本他有去做一个分析啊，美国打这一场战争是打的兵器战，但是伊朗打的是一个价格战，所以川普看起来会显得有点焦虑。为什么？因为价格往上升，川普讲的说，我们的石油只有1%从那一个海峡过来，其他的国家只有90%多。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其他国家如果价格往上涨的话，自动会带动美国的一种价格上涨。那日本的话，他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压力，虽然说他会去释放我们讲的储备石油，应该是3月16跟3月26日的话会持续的一个释放，他希望把市场的价格会往下来。那往下来的话，你也看到川普为什么会讲什么24-48小时改6天改6天的原因就是这样，希望让价格一直往下降。看着油价在说话的，这是看着油价上，所以他们发现川普就是你会跟市场去对，那伊朗有抓到这个点。那他们去担心到说，因为70年代有2次的石油危机会造成物价一种通膨，所以现在日方它就是跟 IEA 32个同盟国，既然要释放出去战备我们讲的储备石油的话，就只是一个国家释放那个量会不够，那不够的话大家一起去释放，暂时会让它缓一下。可是呢，这个可是又来了，他们就发现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可能包括我们台湾，那个储备石油事实上不是很多。那不是很多的话，如果这个战事一拖长的话，大家都没有了。东南亚很多国家现在已经是单号、双号、单号、双号去排队加油。那现阶段只能够做的就是说，去别的地方买。或是说这个石油是不是透过别的地方去买？那别的地方去买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点，因为他们过去都90%来自中东，中东的石油那提炼的过程跟其他国家提炼的过程稍稍会有一点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成本又会往上升。过去太过倚重从中东来的石油了，他们想过很多种方法，但是都没有用，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中东从70年代到现在，那也曾经去依赖俄罗斯，没想到俄罗斯2022年又去打乌克兰，乌克兰又说又不可以跟俄罗斯买，我本来想要从俄罗斯降低，那搞到最后又回到中东来，中东搞这个的话，所以他们的战备那个石油是254天，那跟其他亚洲国家来讲算是够，那即使是够，价格还是往上涨，那这些价格往上涨，股价就往下跌，日币就会贬，日币贬的话，物价又会带动。等于是高市，它好不容易有一个经济起来，那又你物价一上来，民生又会说物价又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好，成果又不见了。亚洲很多的国家或经济体现在密切关注说日本的做法对，简单请老师告诉我们哪些他们的做法，您觉得还值得我们参考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他们会请日本可不可以释放多一点给他们？那日本他们有解释到，只要不影响他们国家的情况之下，他们愿意去帮忙其他国家。这第一点。第一点，趁这个机会，日本希望能够带动它在亚洲的那一种地位，而且它也带动说这个荷姆斯海峡能够顺利通行。他确实在拜访川普的时候，也有达到这一个通点，所以他希望是做一个和事佬这个战争希望尽快让它降幕下来。他跟川普也是讲这句话，我们这战事就不要再打，尽快把它结束掉。针对这次对于伊朗的行动川普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向伊朗来部署甚至是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同时也透露说呢，美国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避免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们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讨论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没推进到一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态度也很关键，就是这场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的统计数据从2月28号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对伊朗海军飞弹、无人机库存还有包括国防工业进行了超过7800次的空袭，并且锁定哈尔克岛上面超过90处的目标。但是哈尔克岛的能源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夺取哈尔克岛的话，就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好，哈尔克岛其实它是个非常关键，因为它是占着伊朗的这个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于在波斯湾的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有25公里，长6公里，宽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90%的伊朗原油都是从哈尔克岛出口。
那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说，美军可以摧毁哈尔克岛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这也有风险就是呢会对伊朗跟全球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或者是美军就直接占领哈尔克岛，把这个重要的石油设施拿下来，作为跟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现在呢，拉回到美以双方的说法，都明确的表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场战争将会延续下去，但是也画了红线，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评估的关键就在于说，能够不要打击或者是影响到能源设施。所以这个美以的共同军事行动，现在看起来，对美以双方来说，聂老师觉得他们是觉得老神在在，胜券在握，还是说其实他们的计谋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觉得这次都打乱了。一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美国要求的是4大目标，前2个目标是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浓缩铀停止，要你的核计划、核设施不要再发展；第二个你的导弹不要再做得这么厉害，要不然又出现第2个北韩，我美国还受得了吗？那以色列一直诱引我，就是说，他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国就说，有道理。我不要让他成功有一个长程甚至洲际导弹，甚至夹带的核，因此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根本没有完成这2个目标。川普不但说我赢了，什么叫胜利在握？他讲了多少次我赢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从2000多个地方到7000多个地方，这样打烂了人家的家园，甚至打死了那么多小孩，叫做赢了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疑问，这是逻辑思考。第一个，美国是一个聪明，这个川普总统要占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在西北边。赫姆塞牙在南边，好，赫姆塞牙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尔克岛来封锁伊朗的90%石油，这不是以牙还牙？血债就是冤相报嘛。美军这么厉害，这么大，军事实力这么大，你需要这样子来作为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美国你越被我们觉得就看弱了，但是当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样冤冤相报的时候，你会更惨。全球经济就像刚才讲的，所有人在分析这样全球经济，当然伊朗经济一定大受伤，全球经济更惨。那伊朗经济受伤之后，它再来又产生了，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实力不够你，我打导弹打不到你美国，可是你打我军事基地，我反击，我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击你能源，还有天然气。卡达我丢5颗，你防了4颗，最后1颗还是打得到。你现在防空，你这么糟糕的代价，2个代价，你的所有的东西防空系统都昂价非常昂贵，你根本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对等的这个战争。对伊朗来讲，第一个军武的不对称，第2个代价的不对等。现在美国在此就会在信誉不断的扫地，你会发现这次伊朗。虽然伤得很重，其实他的国际名反而更高，就是说他最后反而他会想要他要求的东西。我现在讲说，你说胜券是不是在握？我绝对看不懂，这怎么叫胜券在？还有一个，什么叫地面战争？请问一下，1955年、1975年发生什么事？越战，《阿甘正传》里面非常清楚，年轻人打到最后疯狂扫射，看到草丛一动，那个鸡也杀，老弱妇孺都杀。已经情绪崩溃了，就像福特号现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个月，还要加2个月在海上，他受不了，连马桶都会塞东西去，情绪会受不了的。船烧了睡在甲板上，美国的问题真的要去了解，这已经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第2个呢，大家也记得吧，在2003年啊，这个我讲2月5号，Powell拿了一个毁灭性的这个武器，抓到了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东西，这个白粉呢。当普丁说是一个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从什么时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个月。请问地面战有什么样的收获？到现在他在伊拉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好之名声？我觉得打地面战，就算这个岛你封锁下来，我觉得你也没有胜。而现在这个 idea 好像不错，但是您问我是不是胜券在握？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战争。第一个，川普情势错判。所以这个形势就有点转型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战争，我认为啊，如果国际在美国霸权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要求，或者说我们不要讲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么样的这个诱因的方式，让这些国家跟他刚刚讲自由行动也好，或者跟美国一起来抵制现在战争。美国这个我刚刚讲霸权的上钟，这次真的会被敲响。所以这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现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辙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点的越战、韩战这样的一个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战损报告也显示啊，从2月28号这个开战以来呢，美军已经损失至少16架军机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无人机被击落。那这2天呢，甚至也传出了美军最先进啊、引以为傲的这个 F-35逆中战机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网给击中，被迫紧急降落。相关的讯息当然必须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是凯恩呢，他也坦言说，美军目前只拥有局部制空权，也就是只能够控制特定的伊朗领空。那因为伊朗真的是幅员广大，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的领空给这个掌控下来。好，那开战不久呢，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就掌握了相关的情资，然后锁定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来斩首成功。那凸显出的是情报的优势，还有反情报失守对于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但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这边的动作，尤其是这边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是想要用斩首当做一个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领导阶层一一的赶尽杀绝啊。但是有了先前教训的伊朗，他们目前的情报跟反情报的工作又怎么看呢？文佳老师。这个讲到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内瑞拉的总统其实被活抓那莫托罗其实是靠美国的一个精确的情报，然后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没有去做好反情报，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这次的斩首行动哈马内伊呢，他其实他被抓到也因为怎么样？因为美国有精确的情报，然后呢，加上他没有疏忽了这个情报，所以呢。美国的情报优势导致于能够斩首成功，然后呢，这个伊朗因为反情报的失误，导致呢他被斩首。那我想这样子看起来呢，这个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在战场是非常之重要那我想这个美伊呢，它的情报能力虽然这个是非常强，但是呢，其实它会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呢？因为战事一拉长。有时候情报是怎么样？需要靠内线，因为你越长，他们越会保密，你越难去掌握情报。然后他反情报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伊朗呢，他会靠什么力量呢？他会去中心化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以前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开会或是拿手机，他现在可能不会这样做了，他会分散，所以你很难去执行这个斩首，他会做好反斩首任务那第三个，他也用无人机跟这个飞弹来打消耗战，他企图他去瓦解你的这个斩首，他用消耗战来让你的这个美国，虽然你的是战术是获胜了，你的战术，但是你的战略呢，其实是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你未定。对，因为尤其呢，这个我们知道伊朗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万，而且它具有当国这个所谓的领导人的人比比皆是，因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光靠斩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一直会去推选新的人出来没错。对，好，那第一个，未来我觉得这个情报的趋势呢，当然我们美国短期内它还是需要靠这个尖端的情报跟 AI 的分析能力但是呢，我想这个伊朗会在反情报跟不对称的作战呢，来迅速来补强。所以呢，这个战争形态会变成斩首跟消耗一个并行。了解。那所以我想，这个情报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博弈。此外呢，关键还是在于谁拥有了情报优势，那同时又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实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战略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来消耗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们高昂的这些武器反正呢不对称嘛。那但是呢，伊朗也就是料到这个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国呢，他们不能够去攻击能源设施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川普特别告诫以色列说，不要再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因为以色列先前就攻击了伊朗一个主要的天然油气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报复，因为呢就攻击了这个卡达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因为这个拉斯拉凡处理全球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而现在呢，不止卡达，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港口盐布港
也传出遭到攻击啊，一度宣布暂停原油的装船作业。好，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有强调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断上涨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价格，而且可能对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这个石油总量呢，说如果是解除的话呢，估计可以啊，稍微来缓一下燃眉之急啊。就是石油总量，因为有大概1亿4000万桶的原油。那分析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 Again Capital 的石油专家啊，叫做约翰基尔杜夫，他说近年来呢，其实中国大陆呢是无视于美国的制裁，光是购买伊朗原油出口啊就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现在呢，如果华盛顿批准的话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数百桶的原油哈。所以确实能源对全球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一次呢，荷姆斯海峡受到控制之后，其实在亚洲这些国家，包括了日本、中国大陆，当然也是 OK 这些东亚的国家都受到影响。那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国提醒说不能够打油田；美国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哈。所以这场因为地缘冲突引发的石油赛局，江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谁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觉得大家现在只看两边打来打去，加美国介入，可能刚刚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这个战局。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为什么会提到时间？是其实燃油厂、LNG 厂不是说我今天关掉打开，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断生产，它也是要一个时间。那据我所知的话是。目前的燃油气厂再打开的话，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再加上装船，然后再到你的买主身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开还是不开？对。然后这次在挪威有一个能源机构他有去做分析，说这次攻击会让卡达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损失达25%。所以大概是2000万公吨，然后呢，要修复到像打仗之前的话，大概要5年 ，OK，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警讯。那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解除限制之后，中国可能会就地把之前跟卡达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这些黑石油变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实这也会一方面，我觉得。目前来说，对美国来说算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的话？之前在俄国跟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去抵制欧洲买俄国的天然气。OK， 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代品，从卡达去买这些东西。那现在，卡达又不能生产天然气了。对，那就导致说，那我欧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那远一点，亚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很头痛的。像刚刚和主持人有提到说，美国说我又不用这边的天然气，又不是用这边的油，那你们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们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个现在全球能源的供应出现了一团乱，但是现在。美国一句话说：“这关我什么事情？”你觉得这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可笑吗？好，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有关于氦气的供应断裂啊，因为氦气是液化天然气制成的一个副产品。然后呢，这个现在不只是因为石油受阻，然后造成这个包括石化产业非常的慌乱以外。氦气的供应中断对于半导体制造，因为您是这个半导体科技相关的研究学者对于半导体制造的影响评估怎么看？其实基本上石油啦，半导体常用的就是氢气，就越干净的东西，其实在半导体制成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蚀刻。那其实大家一直在讲半导体，可是很多东西是忽略，是我们的民生化工都要用这些东西。那到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因为半导体说实在的，顶多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些手机、电视。那其实不用手机、不用电视、不换新不会怎么样。可是你不可能不开车、不点灯、不穿衣服。所以我觉得后续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后面民生化工品的状况。现在全球都在看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如何从伊朗的战事完全的抽身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礼拜在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说，
根据伊朗政府的要求，特此声明，我正暂停对伊朗能源厂的毁灭计划。往后10天啊，延到什么时候呢？延到美东时间2026年4月6号星期一晚上8点。而且他强调说，谈判还在进行中，尽管假新闻媒体跟其他一些人发表了相反的错误声明，但谈判进展非常良好。我看到这个发文一出了以后呢，在27号这一天啊，国际原油的价格呢开盘就下跌了超过1%，那也逆转了前一天大涨大概5%的这个走势啊。如果我们观察其中哪些地方比较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呢，德黑兰当局已经向联合国海事机构表示了，就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荷姆兹海峡是否要开放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呢，伊朗说呢，将会允许非敌对船只通过海峡，包括没有参与或者是没有支持对伊朗的这个侵略行为啊，就是不属于美国或以色列的船只都在这个可以安全通过的范围之列。那另外呢，航运资讯公司劳氏情报这家公司的分析说，伊朗革命卫队呢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建立了事实上的一种收费站体系。他们并且分析说，并不是所有船只都需要直接付费，但已经知道有2艘船付费，而且还是以人民币结算哈。所以也就是说，油价现在是不是真的是左右了川普的政策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关键。确实啊，你可以看到，不管在周末前最新的油价走势图，我们提供给大家，不管是布兰特原油、纽约原油期货，还是杜拜原油的价格哈，大概都在川普发言的前后哈，就是维持在$100左右。当然，现在大家会担心的是，万一这个伊朗的局势不断的扩大，原油价格会不会飙涨超过200？所以 Russ 觉得呢，这个油价现在感觉上，川普每次在发言之前，他会很 care 的就是油价的波动。当然，他是非常 care 这个议题。每次接受联访，记者都会问，对不对？然后有媒体政论节目都在讨论，都在批评他。另外过几个月就进入美国夏天啊，很多人会国内旅游，还有选举是11月初，一直攸关未来的通膨走势，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心油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认为他希望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在几个礼拜间，甚至几个月，不要超过5月底了就对了，因为他真的是很关心油价。那当然他也是考虑为什么打仗，就是战争这个目标啊。那目标是伊朗要放弃核武，要放弃远程导弹。那川普也是很关心这2个议题。你觉得这战略目标？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油价了。对啊，就是本来对外宣称说战略目的其实是要伊朗放弃核武嘛。但是现在转而是最近的关键的焦点都锁在说要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只要战争结束，海峡就会开放了，要不然就战争不会结束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安排，比如说伊朗愿意谈条件，或是因为美国用他的军事实力，早晚海峡还是会开放了。你觉得？那开放之后，油价就希望会下降。我认为这是川普的想法，所以对他来说。当然是他在担心油价，但是为了油价的问题，那战争要很快就结束了。最近大家有在分析一件事情啊，就是精神胜利法。就对川普来讲，只要他觉得胜利就胜利了。你觉得他会找哪一个理由或者是台阶，就是达到了战略目的，然后美国就赢了？本来有这个可能，但是不得不说，伊朗还是。要给他一些让步，不是因为面子的问题，是一个实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伊朗没有真正的放弃核武或远程导弹，那之后战争又会开始了。但是伊朗会放弃吗？吴宇老师，照目前的谈法，因为伊朗现在也丢出了5点，不是吗？而且呢，我进一步请教您的是，最近这个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叫萨奇德瓦，他分析说，这场冲突大家小心啊，有可能会成为侵蚀
石油美元主导地位的催化剂，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币。主要是因为呢，中国大陆是伊朗的长期伙伴，同时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吗？不是现在建立起一个实质的收费机制，而且是用人民币收费的体系哈。当然，这背后的考量有没有可能是说想让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北京真的有可能会因为目前用人民币来计价，说建立这个收费机制，而就轻易的去进入到这趟浑水吗？我想大概不容易。我们应该这样来看。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从中国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进口国是3个国家，排名第1的是俄罗斯，那它早就已经开始用本国货币人民币在做结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它到去年从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为止，快要第1季，大概一半以上也在用本国货币，就不再用美元来做计价了。那排名第3的当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从2023、2024年开始允许部分的民间也可以用所谓的人民币来作为石油的购买，那现在也可能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就是由于第一个，首先，中东地区能源最大的出口国就是中国。第二，中东的国家的主要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能源，慢慢的改变由美元为主导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币来做结算，那这是一个大概可能是一个趋势。这第一个，我们这样来看。那第二个，那伊朗这样的做法，难道北京就要入局吗？倒也未必啦，因为这个荷姆斯海峡跟伊朗当中，其实所占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所结算的比重，其实微不足道。第二个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北京的大战略的大棋盘嘛。这一场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谁是最大赢家？目前来看，应该很清楚的嘛。俄罗斯是最大的赢家。那这一场选举来讲的话，目前来看，除了伊朗之外了谁是最大的输家？大家一定认为美国是最大的输家嘛。特别是他是被以色列这样一个牵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国在什么？美国在联合国总共动用了93次的否决权，其中53次都是为以色列一个国家在投的。对，几乎是被以色列牵着走。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此今年又是属于中阿峰会。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峰会在年中，今年中国2个重要的一个所谓国际性的主办赛事嘛，一个活动嘛，一个就是年中的中阿峰会，一个是年底的 APEC 会议嘛。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伊朗当然中国不需要为了什么，不需要为了这样一个伊朗这个问题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国家，更何况从他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在从这一场战争当中看到美国刚好把他最先进的武器跟设备在不断在伊朗当中来实践，也让中国在战争上学习到教训，也收集到相关的参数。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吴岳老师讲到这边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张图表，我觉得他整理的蛮好。他是说呢，中俄对于伊朗为什么现在采取比较是闭上关就是说保持冷静。那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因为海湾贸易远超乎整个海湾的贸易利益远超乎对伊朗的利益那另外呢，就是说中国与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的贸易规模远大于伊朗，军事介入的话呢，将会损害能源投资的版图。所以不管怎么样想呢，其实现在保持你说等距也好，或者是说有个距离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过伊朗这一次的战事去牵制川普的话，在中东这边有哪些杠杆是还可以操作的呢？这个阿基米德讲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就代表杠杆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国家因为具有战略位置，比如说二手海峡，还是这个特殊的技术，像晶圆制造，还是因为稀有资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么国际组织联盟，像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而具有杠杆的地位。好比台湾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操作中国一点杠杆。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在这次的战争到底有哪些杠杆。第一个当然是军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国有所谓军事合作，甚至还有科技能源合作。不过呢，伊朗终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地方之霸，它不是一个小弟不太可能当代理人，所以这个杠杆很有限。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吴岳老师讲过的沙烏地阿拉伯，它跟中国
商业经济合作非常繁盛啊，互动非常频繁，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而且刚讲的人民币结算。但问题是，沙特阿拉伯很亲美啊，它跟美国有军事合作，还有美军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个有人讲说啊，是不是那些侧翼组织，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甚至胡塞青年组织，这个顶多当成侧翼的侧翼啦，就是杠杆的杠杆，由伊朗来协助发动，而且没有全盘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归根究底，反而有杠杆啊，就中国自己的国家形象。第一个，因为它国力提升，那跟这个中东诸国的往来很频繁，那不像美国一样做生意还要传教，传什么教？传民主的教啊。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个呢，他也不干涉人家内政。第三个，卖给你的军事武器也不会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啊，这个自己的国家形象反而是比较有意义的杠杆。那最后一点来讲哈，我们做个结论啦，中国在中东地区是有杠杆，但是杠杆是只有局部的影响力，并没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别是中国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么只能说结果是让美国很烦很忙，然后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资源在这上面而已。是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焦灼状态。好，来快问快答 ，Russ， 你觉得美国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会发动地面战吗？你觉得会还是不会？小规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